各位股友晚上好，今天是2021年的5月1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钱多多炒股记啊，这个节目名称改了，风格也会有点不一样，然后我们也不会定时什么时候出节目，想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同时我会根据我自己的操作如果我发现一些好东西，我尽量的及时的通过一个简短的节目把我的决策的理由讲给大家听大概是这样。那么今天这个第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一个老的股票，对我们的老铁们来说，这是一个老股票这个股票就是 Desktop Mental， 这个代码是叫 DM。那么我们是在多多每周西股第9期的节目当中对这个公司有过详细的介绍。那么如果本期节目我们就不展开来更多的去讲这个公司的基本面。那如果对基本面情况想要有所了解的话呢，我们这个股友们可以去看我们多多每周西股的第9期的节目，叫黑风商厦的那一期。那么为什么今天要来讲这个 Desktop Mental 呢？是因为这个昨天收盘了之后 Desktop Mental 这个出了一季报。那么与此同时他发布了那个年报，对吧？那季报年报都一起发了。那么我看到昨天的收盘的情况是这样的， Desktop Mental 昨天收盘涨得还不错，那个收盘价钱是13块5毛6。那么但是呢，昨天财报一发，盘后呢就跌得比较多，一度跌了10%几，收盘也跌了10%，也就是把7点几的涨幅都跌没了。那么现在是美股的盘前，那盘前我们目前也看到有差不多10%左右的跌幅。那么现在的价格大概在12块2毛6，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位。那么我觉得有必要去解读一下关于它的季报和年报的这个部分，简单解读那么关于基本面的部分 Desktop Mental 呢，我稍微讲两句，让新的朋友稍微有一些了解Desktop Mental 是一个做 3D 金属打印的公司。3D 金属打印是什么概念？我至少在我看来是一个很黑科技的，它是把很多就是通过它的那个机器设备，对吧？它有一个叫 Shop 系列的，小的、中大的，反正3种型号。然后它是通过真材打印，就是把它的金属粘接剂这样提供的这样的特殊材料，它可以去打印出各种各样的需要的零部件。虽然这个零部件可能不会太大，但是它某个意义上来说3D 这样的打印的方式是颠覆了制造业虽然它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呢它的独特性也存在于说因为它能打出一个工业冲压模具完全做不出的那种结构和造型，从而大大的降低了那个在某些场景底下大大降低了那些成本制造的成本，包括设计周期、模具的设计和周期等等。反正随着技术的进步的话，它很有可能来取代原有的那个工厂的制造的这种模式。当然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包括这个量产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但是 Desktop Mental 这家公司它提供的最大一款的型号呢，它是号称能够解决大批量的这种产品的打印出来对吧？这个其实比起早先几年，可能5年前、10年前这种 3D 金属打印或者叫 3D 打印吧，那他们因为产能这个出来的速度和那个铸造业通过模具的冲压铸造业来比的话，那个效率太低了，对吧？
那Desktop Metal 它在这个产品出产的效率上面，它有型号是可以做得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个是关于 Desktop Metal 的。那么我也注意到，因为我对 Desktop Metal 其实是注意了很长的时间。那在我第9期的节目之前，我早就已经关注了，所以呢，这个一路看来，也看到了这个半年多时间 Desktop Metal 的这种变化啊。那所以我是有很多事件构成了我的很多的这种叫感受啊，对这家公司的感受，好吧？那么它自从合并上市了之后，就通过借壳公司，对吧？空白支票公司借壳上市了之后，那么它其实是做了一系列的收购的行为啊，包括它的收购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比如说一个是扩大渠道和扩大了销售渠道，还有扩大了它对材料的这种就同类公司的合并了之后，它可以支持更多的材料的打印，所以它现在不只是金属的部分，它也能打各种其他的材料，所以材料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多。那么同时另外一个这样的公司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需要很多销售的管道合作伙伴，对吧？那来推广这种全新的制造业所需要的这样的一种技术啊，因为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啊，那所以当然就会需要有很多新的渠道，就跟我们做软件一样的，我们也需要很多各种各样的新的渠道来合作这个也是一个公司高速成长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种资源。那么我们通过它收购的那些公司包括最近在那个季报里也有披露叫 EvationTech 对吧？好像是 EvationTech 的收购。那其实我认为我站在一个创业者的角度，我会认为 Desktop Metal 这家公司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公司，在所有的 3D 打印公司里面它通过这一系列的收购和整合来增强了它自己的产品的实力增强了渠道发售的能力销售的能力这个彰显出它背后的野心，它希望成为不好意思，他希望 Desktop Metal 我相信他的管理层他们希望Desktop Metal 会成为一家全球的在 3D 打印领域的这样一个龙头，特别是在 3D 金属打印的部分。当然它其实是搞定了各种各样的材料，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 3D 打印的公司，好吧？那么然后我觉得我们要来看一下它的年报吧。我读了一下我简单扫了一下它的年报，因为在这个过去的过程当中这个因为你一直注意它的这个事件，所以我会觉得它的年报实际上不意外，对吧？我先把我的微信关一下啊。不好意思。我读完了之后，我也不叫读完了，我简单看了一下它的年报的数据。我会认为，它的营业额从2020年和2019年比，营业额这个少了很多。那我这个应该怎么反应呢？我会觉得，好吧，因为2020年整个处于一个疫情的状态的过程当中，对吧？包括在美国，美国是疫情受影响，现在可能是印度，但整个2020年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对吧？那所以呢Desktop Metal 所处的这个行业呢，它又是跟制造业科技有关的，所以当大家都停摆的时候，在美国这个工业领域都开始停摆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的业务很难开采啊，包括保持社交距离等等，所以呢，2020年比起2019年，对他们来说，这个年报业绩差个一半，我觉得那不是很正常的嘛。这个是，这个不是一个叫公司努力不努力的问题，这个是就有点像遭受天灾了，对吧？遭受天灾了，那你说这个公司，除非在天灾过程当中挂掉了，那要不然他遭受天灾不是他努力能够影响的。就像我一样，我们做的餐饮软件，面对的是餐饮行业，那餐饮行业说餐馆全都给我关掉，对吧？或者是说你们只能开外卖，那你说我一个卖餐饮软件的，那你怎么卖嘛，对吧？这就是主业受重大的冲击和影响。所以那对 Desktop Metal 来说，它一个好处是说，它的一个 advantage 是什么？我钱多的是炒股来对冲主业的风险。那 Desktop Metal 说我借壳上市，对吧？解决那个这个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子弹的问题。我觉得这，对吧？你去解读这份年报，如果只是从它的业绩下滑那么多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太正常了，对吧？这个只能说，对比于其他没有借壳上市的公司来说，这个。他做的太漂亮了，对吧？是不是这个逻辑？那么但一季报就会很重要，是不是？那因为1到3月份或者是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那疫情开始进入消退的阶段了，然后商务的活动已经开始在复苏了。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的业绩还对比去年的一季度，去年一季度1、2、3刚刚开始，疫情刚刚开始，对吧？那现在的1、2、3是疫情开始进入后疫情时代了，差不多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看一个公司，对比一季报去做对比的时候，看它的业务有没有积极和快速的发生变化。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重点，对吧？那所以我重点解读的是它的一季报。我发现它的一季报呢，有这几个特征，对吧？它的我再来看一下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它的一季报。它的一季报呢，它的营业额在产品的部分，也就是它的那个机器发售的部分，2020年的一季度是269万美金，对吧？然后2021年是1030万美金就是差不多是4倍吧。就是它的机器发售增加了4倍，然后它的那个服务性的收入从69万美金到了100万美金所以增长了1倍不到，所以它的总收入呢从应该是330万美金到了1130万美金，所以呢这个一季报呢应该同比增长应该是4倍不到，对吧？4倍不到一点，3倍多。那所以我会认为从那业务的增长情况来看，这是非常好的。当然它可能由于是收购公司合并等等这些构成的 anyway 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无论是通过哪个手段实现的业绩的增长。那么我们另外一个也要看一下它的毛利率的情况，对吧？它的总销售成本和毛利，它的销售成本增长了1倍不到一点你看营业增长了3倍多，销售成本增长了1倍不到，对吧？所以它的毛利率，它现在毛利还是负的这个是不太好的，但是它的毛利负正在快速的缩减，因为2020年它的毛利负了280万，现在是58万，所以它的毛利率它为负的这个情况，我相信很快就会改变，对吧？包括其他的一些行政费用，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那个亏损的情况，它的亏损是放大的，从去年的一季报，它的亏损2100万到现在亏损5900万，对吧？大概亏损放大了1倍。那么估计它这个中间
仔细去看一下它的经营性的亏损啊，放大的还好啊，因为从2200万到了3000万，所以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大概是这样，好吧？那我会觉得从这份季报来看，作为一个如果我站在一个公司的股东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这个答案还是这个答卷还是比较让人有信心的，因为处于这种阶段的公司啊，就改变世界，未来的黑科技，颠覆制造业，改变设计行业，那么，很重要的一点不是它现在能不能盈利，对吧？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业务、它的生意、它的产品、它的服务能不能被大家所接受，能不能被很多行业的用户因为他做的是 to B 的你其实要进入是很困难的，这个门槛也很高，速度也很慢。那如果他有能力快速的让很多行业和用户用起来，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验证他的这个产品和服务是高价值的，是能改变的，那我会觉得那赚钱这只是早晚的事情，你说是不是？那么正因为这样，我有时候我还会觉得 to B 的这种行业很多时候你哪怕先送给他用，对吧？然后他用他觉得好，那你收钱还是早晚的事情。那更何况 Desktop Mentor 它在营业额的增长的部分其实是不错的啊。我没有非常仔细的去解读这些营业额的构成是因为它收购了公司合并报表带来的，还是它的金属打印的产品大量的发售，在一季度的时候大量的发售所带来的，这我还没有仔细挖得很清楚，但是我也认为它不是太重要，反正收购来的公司也是他的公司，你说是不是？好，简单来说是这样。所以我会认为这个现在的昨天的盘后和今天的盘前的这种下跌其实是在我看来不是太理性的下跌啊，这个对财报的解读不是太理性，可能我跟机构不太一样，看法不太一样。那么然后我觉得我需要介绍一下我在 DM 的持仓的情况，或者是历经的操作的一些情况。那 DM 呢，在有一段时间，在几个月前，它还是我的第一重仓股。反正他当过我的第一重仓股，因为我第一重仓股也是在变化当中，原来是 QS 对吧？这个就是 KCAC 啊，对，我最开始的时候是第一重仓股是就是跟空白支票有关的那个期间啊，第一重仓股是 FVAC， 后来变成了 MP， 那后来我就变成 QS， 再后来就第一重仓股就变成了DM 对吧？现在是 HTO 对，大概是这样。所以他做过我的第一重仓股，好吧？然后我的操作是什么？因为我在合并前买的，所以价钱很便宜。然后在ARK 大妈对吧？ARK 大妈在25、6块大举建仓的时候，我就有所减持啊，我就卖了很多出来。因为对我来说已经翻倍了嘛，那我就减持啊。那到后面上去最高，我看一下，上去最高，我们来看一下 DM 的操作，因为合并前的操作已经看不见了嘛，我们来看一下，我把这屏幕拉开，好的，对啊。那因为我是在这种地方，就10几块这种地方买的，然后在这个什么17块多20，那这个是集中抛售的部分，后来又抛了一部分，啊，到了跌下来了之后，我买过一点点，这个购买很少，然后这边又抛了一些。这边的抛售其实不算，因为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做介绍。这边的抛售其实不叫抛售啊，是我一个技巧性的操作啊，就大概是这样。所以我现在的DM 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个标本啊，我应该是负50块左右吧，啊，就大概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包括 QS 的操作 ，DM 是我第2赚钱的股票啊 ，QS 是第1赚钱的股票，哪怕是现在这个价格，对吧？DM 是第2位的。那么我后来就跌破20块的时候，我开始陆陆续续买一些回来，因为我在30几块，我那个时候我可能持仓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只有1000多股了。我最多的时候可能有2万多股吧，然后就变成1000多股，然后跌破20块，我就陆陆续续减一些回来，对，大概是这样。那目前我正股还有，因为陆陆续减一些回来，正股其实我是通过行权的方式购买回来了一些，所以正股现在还有4000股。然后其他还持有一些sell put sell put 的一些期权，所以那些 sell put 我认为高概率会成交的，所以只是还没到期啊，所以如果全部加起来，我估计现在有7500股左右，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从正股的部分，我每股大概可能是负的多少？负的我看一下，正股现在是负50块吧，可能是等一下啊 ，DM 持仓太多了，翻半天，DM 负56.67啊，就是等于是我这4000股是别人送的，然后每股还给我56块6毛7美金啊，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最近做了一些什么操作？关于 DM 在这个价位的时候，其实低于15块，我会认为，就太便宜了。因为你看啊，按照昨天的收盘价13块5毛6 ，DM 这个公司的市值是33亿美金。我对它的估值，我会认为说，它现在摆出的这一系列正式和架构以及它的产品线，它的产品是 ready 的，就是产品技术虽然还需要不停的进步，但是它的产品处于在发售的阶段，是可用的。它跟 QS 在这一点上不一样，跟 HTO 也不一样，对吧？QS 和 HTO 还被很多做空者认为这是一个PPT 的公司呢，对吧？那 DM 肯定不是啊。那所以我会认为在我心目当中，我对这家公司的合理估值，我会说500亿左右的人民币啊，人民币500亿，那也就是说70亿左右的美金，我认为这是一个我可以接受的一个估值吧，就是一个价格吧。所以25、6块差不多，我就认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这是我的判断啊，这个仅供参考。那正因为这样呢，但我也会知道，就是 DM 在很长的时间，比如说它的毛利转正，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它才有可能变成一个盈利的公司。那么我认为毛利转正可能1年有可能，但是要变成一个盈利的公司呢，那我会认为2年内好像没什么机会啊，2年内不太容易发生，因为实际上对于一个公司经营，长期和短期很多时候是矛盾的，对吧？你一下子要赚钱，那你的发展速度就慢；你要速度快，那你就先烧点钱呗，就大概是这个逻辑。特别是在美国，对吧？其实全世界都一样，所以 DM 在这个部分是比较 aggressive 的啊。那么所以正因为这样，它就不可能有分红，因为它不是一个盈利的公司，对吧？那正因为它不可能分红，所以我把一些部分做成，比如说叫 sell put， 就是我卖空那个看跌期权啊，这个就是负得正啊，空得多，它也是钱多，也是做多啊，所以这个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几十万美金的学费交下去，我对期权就这个 call 啊 put 啊，对，有点心得啊，自己稍微有点心得，因为不断的反省嘛，所以呢，我就把大家刚才看到的我最近的
几个正股的 sell 的记录呢，实际上是我把相应的正股换成了远期的 sell put， 因为我其实我问我自己，我 DM 我会不会长期持有啊？我说答案肯定是，我肯定长期持有啊，2年、3年、4年、5年我都愿意，对吧？至少有一定的仓位，我是愿意长期持有。那既然我有一定的仓位是长期持有，那这一段时间当中它又不可能分红，对吧？我又拿不到分红，那我怎么办啊？那我就做时间的朋友 sell put 吧，反正到了那个时候我 sell put 25块啊，对吧？我甚至有一个小的还很极端 sell put 35块，就大概是这样。那当时股价只有15、16块，我 sell put 35块，那道理就是我觉得到时候就算他没到，我35块我愿意买的，反正我先把权利金先拿了，就大概是这意思。反正这道理是一样的，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至少还能得到一个相应的叫时间站在我这边，对吧？时间站我这边，我有点溢价，就大概是这样。但我也不建议大家这么操作，反正这个差别，老实话说，从长期来说差别也不大，对吧？每股差个几块钱，5%、10%左右，就大概是这样。那么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期权方面的新手，我建议你期权还是远离啊。我这个不信邪，至少付出了超过30万美金的代价，就大概是这样，好吧？所以那个正股上的 sell 记录不是我减仓的操作，其实是倒过来，我那几个操作的 sell 实际上是一种加仓的行为，因为我花了更多的钱去 sell 了这个 put 而且是因为 sell put， 如果我 sell put 25块，那我其实是要拿25块的钱先放在那里才能做 sell put， 所以现在股价只有10几块，我等于加仓1倍但道理其实也不是这个道理，因为我持有的数量是一致的所以享受相应的权益。如果涨的时候我涨的幅度也是一致的，只不过我花掉了更多的本金。那么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实际上我也跟绝大多数的韭菜是一样的，我账上有钱，我也很难管住我的手。那 sell put 比较适合我因为它用了它其实不是用了杠杆，它其实是用了一个反杠杆。什么意思？就你本来花10块钱买一股，我现在花出20块钱，其实才锁定了这一股的就权益，而这个权益还不是向上无限制的这种向上，而是说我有一个自动止盈反正这个讲起来就很复杂了，你搞清楚了之后反正这个策略比较适合我，不一定适合大家，就大概是这样，好吧？那么关于 DM 如果我给一些建议吧，如果是你现在跟我一样持有 DM 的正股持有的老铁们我会说现在你如果跟我一样是看长线的，那么你就忽略掉因为你读完这个季报，我基本上告诉你，读完这个季报说明这个公司雄心勃勃，对吧？没什么太多好担心的，短期的这种波动你可以不 care， 对吧？因为你是个长期的价值投资者，对吧？你如果在30多块都没卖，那你现在这个公司2个月下来1月份嘛，对吧？2个月下来不是3个月下来，对吧？2月份3个月下来这个拦腰还不止，那你公司其实没什么变，甚至还变得更强大了，那你干嘛要卖呢？对吧？道理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是持有，我建议你不要管什么这个跌了10%，涨了10%，其实跌你也不会抛，涨也不会抛，对吧？那么如果你对 DM 这个公司感兴趣，你现在又没有建仓，那我倒会建议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先开一个观察仓，就是因为你看我不认为这个季报有什么问题我也不认为他们的年报有什么不正常。那么但是呢，机构或者资本市场的解读，他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对科技股成长性的股票，他们有一个杀跌的时候
总会有过渡的嘛，你不能杀到正好它就不往下杀了，这顺带着把恐慌盘杀出来，这肯定是这样的嘛，对吧？所以呢，出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可以，如果我是你，我现在还没有持有，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如果你怕踏空，对吧？那你可以开一个观察仓，先买一点点，对吧？你如果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人，那我会说你建议你观察个2-3天啊，或者到下个礼拜，你先等那个5月21的4、5日过完之后，你看看，稳了，反正你也是个长期的价值投资者，对吧？跟我一样，那你而且比我还谨慎，那你就等5月21号之后，也就等这一周过去，那你再看情况，再看是不是建仓，对吧？就大概是这样。那么关于 DM 的风险，我就说利空的部分吧，就是因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评估一下风险的部分。那我认为 DM 的风险有这么几个吧。第一个就是跟加息、科技股杀估值，然后它能不能盈利，或者很长时间不能盈利。因为加息可能会带来对成长股的估值、对资金的使用、成本的提高等等，所以它的估值原来能估比如说在流动性泛滥，然后资金成本很低，在这种情况底下，科技成长型的高增长的科技股，它的估值可以是50倍、60倍、70倍，甚至100倍，对吧？我们都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但如果资金面变紧张了，或者是资金使用成本提高了，那这个时候估值就没有那么离谱啊，就可能会变得非常理性、非常保守啊。所以当然这个更重要的是情绪层面的。我也会认为，对于改变世界未来科技的这些公司来说，这种估值上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长线来说，我还是觉得这个加不加息啊，这一点要素占整个公司的长期价值判断，我认为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这是我个人观点，但这个进程当中，情绪对它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是因为流动性泛滥带来的原材料的涨价，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石油啊、钢铁啊、这个有色金属啊，对吧？大涨价。那你说 DM 它除了把机器卖给人家，那还要卖材料给人家，对吧？那也就是说，还就像做咖啡机供咖啡豆一样，它实际上它正常来说，它有很多机器在外面的时候，它未来的盈利模式，我们在上一期那期节目里面有介绍过。在那个过程中，肯定是需要卖很多那个 3D 打印的那个耗材给人家的。那这些耗材里面用到了大量的金属，对吧？那金属是在涨价，对吧？或者是有色金属、贵金属、贱金属，它都会处于一个高位。那这个事情对 DM 来说就不那么有利，原因是说它现在和它的客户之间的关系，它还不是处于一个非常强势的地位。不像那些矿场说，这个现在我要涨价了，你们爱买不买，对吧？ DM 不行。DM 肯定他自己得消化这个材料的价格上涨的部分啊，至少我是这么看。但是有一天当它产生的好处足够巨大，而且它的产品毛利率足够高的时候，那么这种原材料涨价的因素对他来说就没所谓。他也可以说水涨船高，你们对吧？铜涨价了，那我的那个用铜来打印的那个耗材也涨价，对吧？我认为他现在还做不到，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有一点利空的。那么当然，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次的原材料的通胀，它其实并不是由需求驱动的，说的是供应链的关系，说的是货币滥发的关系，说的是囤货的关系，对吧？这个还不太好判断，老实话说，可能各种因素都有吧。所以这个只能边走边看，大概是这样。那么从利多的角度来说，我认为 DM 它已经对比于其他的同行来说，它已经
通过收购啊，通过它的这种整合啊，它的这种产品发布啊，我认为它的龙头地位已经凸显啊，就在 3D 打印的领域，它就是一个已经是浮出水面的龙头了，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大概是这样。所以如果有 DM 的老铁，那可以持有啊。如果没有的，你可以关注这段时间也可以考虑逢低建一些观察仓，对吧？那你如果实在喜欢，又觉得长期那跟我一样看好这个制造业的革命，那我会说，那么也就不差那个10%、20%吧，我就大概这意思。好吧，那这个就是我们本期的钱多多炒股记，好吧？那个我们看看下一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吧？那个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如果没有，好的，疫苗股对吧？那我其实这样一看，我有很多题材是可以跟大家讲的啊。那这个闲聊啊，这个我还再稍微等一会儿下班闲聊，就是其实我也想过，比如说我昨天开了一个观察仓，这个建了一个基建股啊，对吧？实际上出了那个拜登基建的那一期的话，我那个时候因为最近又比较忙，知道吧？所以我也没有深挖，但是那一期基建股里面的 STLD 吧，就是那个钢铁股，那涨得非常非常好啊。然后在基建的这个部分，我其实并没有拉网式的搜索啊，就做的功课还不够。那么上周末的时候，我按照我之前做的节目我去扫了一遍呢，其实还找出了不少这样的公司啊，其中有一家公司就是小而美的公司，我比较喜欢小而美的公司，我忍不住建了一个观察仓，哪怕在我仓位很紧张的情况底下。女主喜欢吃饭说这个疫苗基本吃到了，对啊，那个没悬念，就是你听我的，你跟着我，这个叫什么？一定要有好耐心，因为我不是庄家。正因为我不是庄家，我如果是庄家，我也不告诉你，你说是吧？正因为我不是庄家，那我们拼什么？我们拼的耐心。这个我在最后一期多多美洲矽谷里面我也介绍了啊。那我们要连耐心都没有，凭什么轮到我们赚钱？你说是吧？对吧？所以疫苗股吃到了，那很正常。复星对吧？差不多我稍微讲1-2句吧。复星我是在他的那个消息公布的时候，我稍微象征性的减了一点，减了2-3千股，大概就10%吧，减仓10%，因为他肯定要盘一下，对吧？那么好的消息，我预判当中的第一件事情它发生了，对吧？准确来说没发生，就是他们确定会发生，就这个意思。那减仓10%，那我会觉得等到复星的那个 BioNTech 的那个疫苗在内地获批的时候，我会认为这个股价应该会有一个会再涨一波啊。那个时候我可能还会利好再兑现一部分。虽然这个方法就不会卖在最高点，但反正对吧？少赚一点可以接受的呀。那更何况翻了，对吧？我现在已经翻了。那么其实复星医药出现的情况比我设想的局面还要更好。原因是什么？就是你去看那个消息，他们要建一个合资公司，然后会BioNTech 是给技术，给疫苗开发的技术，也就是mRNA 的技术，然后复星出钱出建设，然后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对吧？然后复星拿大头啊，好像是55开，对，55开。那你想想看，对复星医药来说，它本来是一个比较 low 的，就它的主营业务是更多的是比较 low 的制药行业，它不是医药创新
研发药这个行业，它不是个研发公司，你知道，它是个仿制药生产公司，对吧？那这估值完全不一样。那这几年，复星医药是往那个创新药研发公司的拼命的在投资源，然后 BioNTech 疫情就等于给复星医药在这个路线上的规划，直接就送他上马。复星医药就不是 BioNTech 拿着技术跟人家合作，这个对复星医药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你想想看。所以这件事情，比我想象的比我早先就半年多以前，或者叫1年以前设想的复星医药的最好的情况还要好，还好多少？好2倍。所以从长线来说，我比较看好复星医药港股破100，我觉得不稀奇的，就大概是这样啊。讲多了啊，多种 QS 减仓了吗？我加回来了，应该这样说。我帖子里不都说了吗？啊，我实际上 QS 我付的$100多吧，那反正我这个长期持有嘛，我最低仓位长期持有，所以不 care 它的涨跌，它涨也好，跌也好，也就这样了啊。因为负成本心态比较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学我这个做法啊，这样就是你也别太贪，你要克服自己贪婪，你也要克服自己恐惧，然后也不要患得患失。你看，如果我心态不好，那患得患失很容易会变成这样。比如说 QS， 我最多的时候赚了$110万，光 QS 这个股票，对吧？然后后来跌下来，我现在还有 QS 上还赚了50万美金，应该有的啊，对吧？但是你不能这样，反正我赚了50万美金了，对吧？那不想那个110万美金，那除非那个时候你就说我太满足了，我就清了，对吧？你事后讲有什么稀奇啊？你事先想到才稀奇啊，对吧？这就像我给大家做一些股票的分析和判断，我觉得逆趋势，对吧？逆趋势那才是稀奇的，顺趋势吹牛逼，他妈谁不会啊？是不是？好吧，哎，这肚子也饿了，我要回家了，好吧？这一期节目就讲到这里。